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是元月17号，是我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最后一天。明天元月18号晚上，我从多米尼加飞回德国法兰克福。如果一切正常的话，是到达法兰克福是19号上午。然后呢，我就坐火车回到德国科隆我的家，然后马不停蹄，我去做核酸。如果一切正常的话，当天晚上就有那个结果。然后也就是19号的晚上，我又坐火车回到法兰克福，在那里住夜，在酒店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元月20号清早，我就要坐飞机飞回中国，经过阿姆斯特丹。我到达中国的时间应该是21号凌晨5点多钟，如果一切正常，也就是大年30。如果一切正常的话，我当天还可以坐高铁回到老家，然后呢，跟家人一起过大年30。这是我最近的打算，而且可以看起来真的是马不停蹄啊。其实呢，我想早1-2天飞回德国的，可是呢，这个机票没有合适的，如果有就特别贵，所以呢，我只能这样冒次险吧。大家见到了啊，咱们的频道这2-3天一直没有更新，是这样啊。我这2-3天吧，一直特别忙，因为呢，我的视频一共有1000多个在咱们频道上面，现在正在进行整改。我想把每一个视频我都看过，然后呢，真的我要看过没有问题的话，我才最后呢申请重新开通这个广告。其实从昨天就可以开通了，但是呢，因为有1000多个视频啊，我一直没有来得及把全部的视频把它检查过，所以呢，这2-3天我真的特别忙。刚才呢，我认为呢，全部检查过没有问题了，我自己认为啊，但是有没有问题呢？只有那个油管自己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，就是油管它是有什么样的政策，怎么样确定我的频道或是我的那个视频没有问题。真的，我现在心里特别忐忑，能不能够通过他的检查，真的我不知道。不过呢，我上传这个视频之后呢，我就马上申请能够开通广告，因为目前呢我没有其他收入，只有这个了。去年呢我就全部关闭了我在德国那个网店，因为呢已经有大概2年吧，我就把全部的精力啊，我就放在了油管，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，从我投入的时间和产出比，可能做油管要比我在德国开网店，我主要是做那个零售的啊，所以比较麻烦。我觉得零售在德国做网店，因为我做的产品并不是特别高端的啊，所以它的利润呢特别有限，而且我的那个营业额不是特别大，所以后来我还是决定呢，全部关网店呢，专职做这个油管了。但是呢，遇到这个油管被封频道，也就是说我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没了。假如今后呢，这个频道还是不能够开通这个广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也许呢，我会再开通一个其他的频道，这个目前我还不知道，我就要等这个油管批准。我希望能够开通，因为我觉得啊，我的频道目前我的视频好像没有满足那个油管要求的啊。我把全部以前我认为啊，我弄了人家素材的东西啊，我就把它删掉了。比如说那个马凯硕的他那个演讲的东西啊，我全部把它删掉了啊。然后呢，我认为有问题的东西呢，我也删掉了。所以我认为其他的除了翻译德国的那个媒体之外，我觉得都是我的原创啊。希望如此吧啊。当然，我对油管不可能施加任何人影响，只能够是希望呢能够开通吧。好了，这是我的打算。我这次回国呢，准备待半年的时间，就是因为我的那个签证我是外籍身份啊，在中国我的签证目前呢最多只能待180天。我这次呢，因为我还要回到德国来处理一些事情，所以我这次可能是待4个多月。然后呢，我又回到德国1个礼拜之后呢，我又马上返回中国，因为我要回来办些事情嘛。返回中国之后呢，我准备待半年，也就是说这2次一起加在一起，我其实差不多要待1年10个半月左右。
其实我今后的打算，只要我的父母还健在啊，特别是我的母亲还在的话，我肯定我的生活重心今后是护理她，因为我不想让我的母亲受罪，因为她苦了一生，到她生命的最后的这一些年，或者是一段时间，我真的我的想法就是让她少受些苦，我觉得这是我可以做到的。我不是说我是想做一个什么孝子，我觉得我让我的母亲少受些苦，是我自己出于我自己的，怎么说呢？我自己的本能，因为我是他的孩子啊，而且我们知道，我们中国老一辈的人，他们其实年轻的时候，或是其实到老年的时候，也是非常的辛苦的啊。我们中国的父母一直都是为了孩子而操心，我觉得中国的父母是最伟大的。所以，既然呢，我还有这个机会，在他还健在的时候呢，帮他做点什么，我觉得我肯定会义不容辞。即使呢我没有收入，我也无所谓，因为我自己呢，我存了一笔钱，至少呢我没有任何收入，我还是可以过活几年，没有关系。所以，我这点我没有后顾之忧。即使呢我自己的存款用完了，那么我家里面就是在德国家里面，我还有一位伴侣，我认为呢，他肯定会支持我的，而且我自己也不相信我一分钱都不可能赚，因为我自己有双手双脚，对吧？我相信呢自己还是有赚钱能力的。我就说，就是最坏的打算啊，就是没有一分钱的收入的话，我还是可以支撑好几年。所以我觉得哈，我护理我的父母，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这是我近期或是将来接下来这几年的打算。我是希望呢能够好好的孝敬一下我的父母，特别是我的母亲，因为太操劳了。我不是说我是什么非常伟大的人，我只是凭着我的良心，我是他的孩子，所以我觉得我是应该去做的啊。这是反正我觉得今后呢，中期吧，短中期我的打算是这样，就是说我的生活重心今后应该是在中国。回到德国，我可能是回去办签证，然后呢，办好签证之后呢，我就马上返回中国了。当然，如果是咱们的频道呢还能够开通广告，我在中国可以直接，或是今后呢继续做这个频道是没有问题的。只要我有网，只要我能够上那个油管，我觉得都没有问题。所以这一点呢其实是小问题，大问题呢反而是，我担心我的母亲，她的生命呢，因为老是躺在床上呢，很多她的那个身体的器官可能会慢慢的会衰竭，这没有办法。希望呢，通过我的护理，她能够延长她的生命吧。哎，想到这个话题呢，我就心里不是特别好受。好吧，那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，就是我这段时间呢一直在那个自己做自控吧，做整改我的那个频道我的节目，就是我刚才说了1000多个我的视频呢，一个一个我都要去看过，都要去修改过，所以非常花时间。然后呢，今天我终于完成了，真的，我特别希望呢油管能够批准我。至于能不能批准呢，就不在于我了，我只能做我能够做的，就这样。好了，那就今天先到这里吧。其他的我还想不起来我要说什么，其他的东西我又不想说，比如说这时事怎么样啊，德国的怎么样，比如说德国那个一直被骂的，全部德国人骂的那个国防部长呢，现在1年之后呢，终于辞职了。他还拿了非常丰厚的那个什么什么金啊，好像有几十万欧元吧。人家工作了一辈子，可能都没有那么多存款，他只工作了1年就拿到那么多的那个什么金。这个金我不知道叫什么啊，Überbrückungsgeld 就相当于呢过渡金吧，就德语翻译成汉语的话，我不知道那个汉语怎么说，反正相当于呢是补偿他这1年他的努力的工作，
你看，这就是就是德国的政客真的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好处。就是德国的政客呢，要做到那个联邦这个层级的比如说联邦议员，他们真的有非常多的好处。所以呢，很多人想去从政，就这个原因。从政就是一定要做到那个联邦这个层级才有好处。如果你在州的那个层级，没有很多好处。好吧，这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简单讲的这个话题。下个视频呢，也许是在德国了，也许是在中国了现在我不知道，因为从明天开始我真的是马不停蹄了也就是说，我如果是不跟大家见面，那我最早可能就是在元月21号，也就是大年30，或是元月22号大年初一那天才能够跟大家又见面了。那如果是真的没有跟大家见面的机会，我预祝大家过年快乐，来年就兔年更好，好吧？我觉得没有哪一年比2022年更差的了。我真的希望呢，2023年兔年大家都能够比原来更好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，也许是明年见了拜拜。